伊朗百枚导弹瞄准，美军下达最严厉撤军令，为何美国如此狼狈的大范围撤军？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根据俄罗斯媒体消息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从西亚撤回尼米兹号航母，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总部。通过此前的消息，尼米兹号航母以及随行人员在大约3周前才进入波斯湾水域，其任务是在美军离开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时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按照惯例，一般美军航母执行任务的周期在8个月左右，如今刚部署3周就突然撤走，未免有些不太寻常。据了解，这次美军除了紧急撤走尼米兹号航母以外，同时命令五角大楼从索马里撤走大部分美军，大约700名美军，彻底结束美军在索马里长达13年的军事存在，全面撤出战斗。这不像是美军会干的事儿。对此，很多人认为这跟伊朗有关。1月3日是一个让中东地区美军心惊胆战的日子。此前，伊朗方面多次扬言要为苏莱曼尼复仇。苏莱曼尼是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将领。自2020年1月3日被美国无人机炸死后，就引起了伊朗国内人的众怒，纷纷表示要复仇。如今这个危险的纪念日来临，想必美军也是害怕伊朗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所以才开始撤军。值得一提，去年在苏莱曼尼惨案事件发生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导弹部队曾向驻伊美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一度导致上百名躲藏在地下掩体内的美军脑震荡。美军对此也心知肚明，深知伊朗很可能会在近日有所行动，因此提前做了准备。有传言说，波斯湾地区的伊朗海军部队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遇害1周年之际的近48个小时提高了战备水平，上百枚导弹对准霍尔木兹海峡，加强了导弹威慑。倘若该消息是真的，也就意味着伊朗很可能会发动军事行动，向美军进行猛烈攻击。当然，也有人认为伊朗此举是为了防御军事。其实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伊朗海军的调动都不是海上演习的常规动向，必须提高军事警惕。就如外界所言，美军此次是在下达最严厉的撤军令，就连航母都被紧急撤走了，还从未见美军有如此狼狈的时候。尽管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还没交火，但美军撤军的举动对伊朗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伊朗终于能与拜登谈判了，守规则讲道理的总比不按套路出牌要好得多。不过美军很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分析认为美军大范围撤军，撤的还是经常爆发冲突地区，说明美军已然认为这些地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在经过阿富汗和2次海湾战争，美军也开始清醒了，除了死亡和消耗了上万亿美元，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再者，这些年来美军所看重的荣誉和尊荣，也逐渐在随着这几场广受谴责和争议的战争中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未来可能很难再见到美军耀武扬威的身影了。这些也都只是分析，具体伊朗是为了报复，还是美军有自己的目的，都还很难说。在边境对峙之际，印度再度炒作意欲何为？印度处境却令人失望，千万别中印军的计。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当前印度仍不死心，还在就边境对峙事件挑事。根据印度媒体声称，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在近日扬言，中国已在西线边境部署大量兵力，以支持该国陆军部队。巴达乌里亚表示，他们有大量的地对空导弹、地对地导弹以及雷达，部署非常强大。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需要采取的行动。在边境对峙之际，印度再度炒作意欲何为？哪怕是拉达克地区迎来冬季，印度士兵在高原地区面临被冻死、饿死的风险，印度也没有想过撤军，说明该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与我国通过谈判让局势降温。既然如此，也就不难看出印度此次炒作我国部署大量雷达导弹，是为了光明正大部署兵力和武器装备。如此居心不良，背后很可能会藏着什么小动作。值得一提，有传言说印军已然全换装美国新型步枪，穿着美国防寒服在高原上进行埋伏、行军等各种战术演练。从曝光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印军还养了很多狗，使用的火炮看起来比较老旧，主力榴炮弹也都是80到90年代的，基本上都是服役了30年的老式火炮。至于在边境生活的环境，其条件也非常差。
基本上都是一些木头房子或者一些由石头搭载出来的房子。士兵们也不完全都穿美国高寒保暖服，部分穿的仍然是普通的冬装。根据之前的报道得知，印军目前的住所还是没有保暖效果的帐篷和木头哨所。当前已经1月份了，拉达克地区也进入到了最寒冷的时候。如此恶劣的环境，印军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冻伤，说明其在边境的处境还不算特别的糟糕。现在印度炒作我军部署大量雷达导弹以增加部署，这是否说明了从一开始印度在边境的情况上就没有那么艰难呢？正是因为在边境的处境还算好，才会在双方局势稳定之前再次叫嚣。这么说来，我们千万不能中了印军的计。此前一系列在边境下撑不下去的消息，很可能都是该国在故意卖惨，好让我们放松警惕。野心不死，日本研发新一代隐身反舰导弹，射程高达2000公里，对准的目标到底是谁？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日本防相岸信夫还通过视频会议，希望中日两军建立风险防控热线。此外，日本方面也在强调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声称在维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同时，还要增强跟中国在各个领域上的合作。原以为日本这个国家终于醒悟，谁曾想该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居然利用中美博弈的机会发展远程导弹来威胁中国。通过日本发布的消息显示，该国将研发一款射程达2000公里的新型反舰导弹，还计划将研发最大射程为1500公里的改进版12式反舰导弹。事实上，日本寻求用于远程对地攻击武器的野心已是酝酿已久。2020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该国对这种新型反舰导弹作战任务的描述就明确了其拥有对地攻击性质。简单点来说，日本此次虽然给新导弹披上了反舰导弹的衣服，但实质上这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此前日本给轻型航母披上护卫舰的外衣，也是很快就被外界给戳穿。对此，很多人就开始疑惑日本发展远程对地攻击武器，目标是谁？据悉，日本打算将这种导弹部署在西南诸岛，是为了岛屿防御，针对的是北边一心想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但是环球时报算了一笔账，部署导弹在西南诸岛没问题，但问题是该区域距离中国的首都仅仅只有1800公里。如果按照日本方面所透露出来的新型反舰导弹的射程是2000公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点什么军事冲突或者别的紧急情况，该反舰导弹完全可以瞄准中国的心脏部位。顺着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当前跟美国的关系正在不断拉近，而美国与我国如今的关系越发恶劣，因此这很难不怀疑日本部署新型导弹在西南诸岛舰指的不是中国。或许其他国家只是一个幌子，我国才是该国真正的目标。要知道，当下中美关系非常紧张，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扩充军备的绝佳机会。只需要在这个时候挂上对抗中国的招牌，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期间无论发展什么样的攻击性武器，都会获得美国的支持以及默许。不过日本的小心思恐怕要破灭了。中国如今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完全可以与美俄相提并论。日本想借美国狐假虎威，先不说该国如今国内疫情如何，仅从这一点就无异于自取其辱。现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允许包括日本在内的势力利用南部海域对我国主权形成任何威胁。日本真要是能够将这些导弹打入第一波打击范围之内，该国能攻，难道我国就不能吗？再者，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和默许并不代表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一旦惹怒我国，谁也没美国跑得快。